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面镜，我是文艺。那今天要带来一个大众占卜，今天的主题是你到年底的一个事业跟工作运，还有给你们建议。那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牌组，第一组呢是蓝色的门，然后呢第二组是红色的门，第三组呢是黄色的门。那跟以往一样，你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牌或者是牌组，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按暂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蓝色门你们的牌咯。有关于你们接下来到年底的工作运或事业运怎么样？第一张呢是钱币1、宝剑10、权杖8、钱币6、发言棒、风之国王，还有恢复五感。好，那下面的话是建议，然后上面的话是你们到年底的一个事业工作运。那我们综合在一起说，第一张呢是钱币1，基本上代表应该是在年底前，还是会有一笔钱进账了。然后这笔钱它应该不是偏财，应该是正财居多，就是你有用方式、有用方法去努力过，然后而开出来的一些成果啦。所以看起来在年底前，第一组的看官们应该是能在金钱上得到一些不错的收获，不能说很大，但至少会让你觉得好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对，然后呢，有些人的话也许会在下半年，不能说下半年，应该到年尾的时候，工作或事业上有一条新的道路，也会开始慢慢有赚钱的征兆出来。或者是说正式的迈入一个新项目或工作上一个新阶段的展开啦。然后不管说如果说是新项目或者是新阶段的话，这应该也是你们筹备已久的一个期待的成真啦。然后呢，宝剑10代表这一组应该会有去旧换新的一个状态，譬如说很多事情可能在这个年底会告一段落。那对你来讲呢，不能说这个就是过程当中都是好的啦，但是至少对你来讲还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反正呢，就是到此为止，不管说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或者是好与不好的东西，那至少到今年的年底也算是收尾了，然后收尾的结果也还算让自己满意啦。然后，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有可能是新的跟旧的。或者是说下一个阶段在年尾会有衔接上的部分，也许不会等到明年初了，也许在今年的年尾就会有已经一些征兆啊，或者是说正式的文书会下来告诉你说接下来的新的方向是哪里，那你可能要跟过去待的地方，或者是说过去的一些工作可能要进行道别的动作，或是收尾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权杖8代表，有些看官们接下来有可能会跟自己的一些工作伙伴进行道别，那有一些呢，则是要注意，有可能会因为工作上不同的期待，然后造成自己跟事业伙伴或者是工作伙伴之间的一些争执。或者是说站不同线的状况出现，那我是觉得还不至于到大事，就是年尾还不至于到你处理不了的那种撕破脸的状况啦。对，那我觉得基本上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在发表自己言论或者控制你的事业或工作方向的时候，要稍微顾虑到，你的计划或者是说你的说辞有没有去顾虑到可能你的合作伙伴或者工作伙伴的一个他自己本身的计划或者心情啦。当然，你如果跟人家走不同道，然后也没有去顾虑到别人就走不同道的那个心情的话，那当然也是会可能造成一些人际上的麻烦。但我是觉得这一张牌倒是不用注意，我是觉得你们应该是能处理得好的，对啊，对，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也许
这一组的看官们越到年底或者是越到明年初，反而在工作上的一个，反正都要结束了嘛，我也就就是也不需要顾虑这么多，或者是说都到年尾了，我总是想要放松一下心情，就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也许不会再见，或者是说反正都告一段落了，反正自己也会有个好的结果了，那可能在心态上比较放松的一个关系啦，有可能造成就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人际关系，或是工作上的一个门面，会不小心有一个太积极或太过冲动或太过自我的一个形象的展现，给自己惹上一些小的麻烦啦，或者小的一些闲话，顶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基本上前面2张牌看起来最后的收成结果都不错，那当然是你在收成结果都还可以的情况下，或者是汰旧换新的这个情况下，你都有做好一个收尾动作的话，那基本上应该也不至于到落人把柄，或者是说落人口舌的状况。然后呢，钱币六代表，这一组要稍微注意一下。当然你虽然说我觉得一直到年底。对吧？今年年底，我还是以新历为主啦。如果你们要以旧历或者是农历为主的话，那当然有些人可以这样子，以你们自己的想法为主啊。我当然是看到年底，我还是以新历为主。那我是觉得，虽然说一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尾，你们会有一些好的金钱上的或工作上的好消息到来，但同时之间呢，你可能原来在期待的一些报酬，就你觉得说那你可能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人，你明明已经投资下去了，或者是你也花时间去经营了，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说给的不够多，或者是说报答不够多，报酬不够多的一个，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项目出来啦。对，就譬如说，你觉得以你的业绩来讲，照理来讲，公司应该给你几个点，但没想到今年公司并没有给这么多，或者是说，你可能觉得跟别人比起来，你明明就有做同样的项目，怎么别人领取的功比你还多？它有点类似这样子的状态，难免可能在年底有一些事业项目上会觉得遭受到一些回馈上的不公平，或者是说本来估算也许花10天可以完成的东西，结果没想到花了15天才做结尾，然后比自己想象当中的加班来的要多。或者是说砸出去的钱居然来的要多，那还是会让你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愉悦。对，但是这边是要提醒啦，就是反正呢，我好事拿了，好消息拿了，那其他到年尾前，我是觉得就稳稳的过就好。因为呢，牌还是会劝你说，即便你有觉得一些不太符合你预算或者不太符合你公平的一些事，就是不太让你觉得有点不公平的事情出现，都还是希望你静观其变啊，对吧？以明哲保身为主，然后把自己顾好为主，对，就如果你就是宁愿赚8分饱就好，也不要为了那10分饱去冒太大的风险，反而给自己沦落到一个反而更难处理的困境当中啊。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只要不要有任何太过激烈的想法或动作出来的话，我是觉得到年底前应该都我是觉得应该至少会有一些好消息出现，当然有一些还是会觉得不够好。我觉得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你可能觉得它不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建议，给你们到年尾的一个工作还有事业建议啦。我会觉得谨言慎行吧，就你有些，我是觉得默默的拿啊，默默的收，默默的做就好，对吧？那我是觉得有一些不必要的局，那会聊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或者是说
可能跟着公司一起，不管说你是跟着别人一起说讨论一些八卦也好，是说讨论一些你认为确实是不太公平的事情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说你有想要为自己发一些声，或者是说希望，不管说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还是为了整家公司也好，你想要去讲一些东西，我都会建议你说，点到为止就好，不要讲的太多，也不要讲的太细，也不要讲的太直接了，或者是说太过遥远。我觉得在年底前都会希望你尽可能是以默默的拿、默默的收、默默的做、默默的接受一些好的事情就好了。对，然后嘞，风之国王也是希望说，年底前以收割为主，多过于去开拓新的东西。那如果说你一直以来都有计划在年底做一些活动或是项目，那些基本上可以做，但不太建议说在年底前因为任何兴起去突然造一些新的计划啊，或者是说办一些新的活动，或者是说提一些新的点子，我就不太建议。可能对你来讲，到年底前都做出来的计划或者是说项目，可能都会有一些太过急促的漏洞出来，然后这个漏洞并不一定纯粹是指你的想法而已，有可能是你的想法固然完美，但有可能这个固然完美挡到了别人的道，或者是固然完美去损到别人利，或没顾及到别人心，导致你反过来让你让你惹上了一些就是不必要的小麻烦了。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话，顶多都是小麻烦，我是觉得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还是尽量的就是以你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想好的计划，或是跟别人讨论好的东西，就是稳稳的去做就好，然后稳稳的收获成果，拿起好金钱上的或事业上的一些好的成果就好了。对，然后嘞，恢复五感基本上是说，到年尾都建议以收成，然后养息，然后整理收尾这边为主了。然后不要太过心急的，就要一定要现在就开始准备你可能迎春之后的东西，或是你明年之后的一些新的发展了。我就不建议说这么快就一定要紧急的把自己就是往下一个阶段太急的推进去了。虽然说这一组的看官们应该有机会会有换新环境，或者是说换新的工作伙伴或新项目，就是一个汰旧换新的状况可能会出现，但我不建议说就是立刻有这个苗头出现就立刻说好，那我现在就大肆的铺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安排一个很大的新排场，或者是说安排一个很大的新活动让大家认识自己。我不太建议你在年尾做这些事情啦。对，那你如果说真的有任何一些新的计划，也希望可能过了就是譬如说迎春之后，或者说过了这个所谓的新历年之后再开始布局会比较好。好，然后再给你们抽到这个蓝色的门，我不知道能不能对焦。然后这张牌基本上是给你们建议是说，好奇心在年尾前，在年尾到年尾这段时间呢，好奇心是你的双面刃。我所谓的好奇心，并不是说，我应该是说对于工作上的任何事情的好奇心，它是个双面刃。好的那一面当然是说，如果你有任何你觉得你一直在想要布局的东西，或者说你想要争取的一些东西，你想要做得更好，挖得更深，让这个收成的果实能更大，那当然你可以花各种心思去把你自己相干或你自己一直以来布局或计划的东西弄得更紧密，弄得更缜密的，这当然是可以的。这一方面对于你自己的好奇心，对于你自己计划的好奇心，这是可以增加的，这也会对你有帮助，未来的收成也会变得更好。但是呢，对于他人，他就是外面事情，你以外的人的闲事，你以外人的一个反应，跟你以外人的一些
是非，就会建议在至少在年底前，这一个好奇心要少一点。也许在过往的某一些时间点，你多去打听一些事情，或多聊一些事情，或多说一些点子，是正好你对运的时机。就譬如说，你可能在当时你就是要多发表，然后多跟别人交流，也许听到一些好的消息嘛，对吧？那个时候可能可以，就是当然可以尽可能发挥你对他人，就你以外人事情的好奇心。但现在是这个样子是。看起来啦，有可能在年尾前，你会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小心太过松懈自己的讲话，或者说松懈的不小心进入到一些给你沾惹是非的团体当中讲一些事情的话，反而会给你带来一些比较小一点的麻烦啦。所以在面对到自己以外的好奇心可以少一些，对。该挖的挖，不该挖的挖呢，就是你就摆一边默默的看着就好了。好了，基本上这选到第一组的解说，希望有帮助到你们啊。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红色门你们的牌喽。有关你们到年底的事业工作运是什么？第一张呢是权杖2，然后钱币骑士、钱币8、权杖1。烟熏仪式、风之舞跟扩张行动，下面的3张是给你的建议，工作跟事业上的建议，然后上面的4张是工作事业运。那我基本上工作跟事业会综合在一起说。第一张呢是权杖2，权杖2代表第二组的看官们在接下来到年底前啦，应该会有一些，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新方向的好消息到来，或者是说你展望的一些事情确实是有一个苗头出现的，譬如说你有打算转职的，对吧？也许在下半年会出现一个好像真的可以去试试看转职的新机会，或者是说别人确实会给你这个机会试用期看看，或者是告诉你说，那你既然譬如说你年底去应征好了，然后告诉你年后上场。那或者是说，可能你原来的固定工作当中，你有想要升职的，有想要扩张新项目的，扩张事业的，自己创业的，想要拓展项目的，也许到年尾都会有一些好的苗头出现，好的方向出现，然后让你觉得说，这个方向是值得继续投资的。或者说这个方向确实给自己带来了一些钱财，让你更确定你自己的接下来可以去寻找的伙伴，扩张事业的伙伴方向在哪里，或扩张事业的项目在哪里。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到下半年不能说下半年，你到年尾的时候不能跟你说，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进账出现，然后。事业突然之间往前冲很多啦。这一组比较像是，比较像是确定了一个大方向，然后这个大方向有让你看到，赚钱的一个苗头，要么就是真的已经让你赚到钱了。然后你就确定说那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因为让自己赚到钱了。那要么就是确实有一个蛮好的条件开出来了。好像是真的有一个蛮好的环境，不管说是工作上的环境，还是工作上的一个待遇，好像确实蛮好的条件开出来了。那确实自己可以往那个方向走。这比较像是说，有一个确定的苗头出来，让你知道往你的下一个比较长的工作或事业要在哪里培养。然后呢，钱币骑士代表，那当然这一组的话，如果说你们是在找工作方向，或者是说事业正在拓展的人，那恭喜你们！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接下来应该出现蛮多机会的。虽然说到年尾也没剩几个月，但我觉得这一组至少会出现1到2，至少会出现一个以上啦，或者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一些工作或商业选择出现的。对，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别人捧着这个机会到你身边，而是可能在你的生活上会出现让你能进行更多想象或更多幻想的未来目标。
就譬如说，你突然之间发现了你认识的这一个人，也许后面会给你带来3、4个更新的机会，或者是说你去见了一个客户，然后跟他吃顿饭，你发现他身边还有其他更多的潜在客户，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在年尾就一定会跟这些潜在客户签约，或者跟这些潜在的合作伙伴就是一起工作，但至少你会发现，这一条路可行，或是这个地方可行。这个地区的人或这个地区还有很多的商业机会，会类似是这一种感觉啦。没有就是会有很多的潜在让你觉得是潜力的地方或者是人出现，但是呢，这过程还是需要你去评估跟计算，说到底能成或不能成。然后呢，钱币八代表可能还是有点心理准备，可能到年尾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事倍功半的那种压力在，就是时间上，应该说工作上的压力啦。那工作上的压力倒不是说非得要是别人给你，更多比较像是选项太多了，想象太多，点子太多了，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完成，或者到底自己能不能选到一个对的，会有点担心。然后也会有一点担心说，虽然好像遇到很多看似是潜力的一个方向，但是毕竟要筛选嘛，那这筛选的过程当中，可能5个当中只能留1个的情况下，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值得吗？这样子试下去真的值得吗？这样，那我是觉得这一组放弃的几率不高啊，只要有机会你们都会试试看，只要有未来能扩张的更大，我相信这一组在年尾前想要让自己的工作有更好的着陆，或者是说想让自己的事业在未来有更好的拓展，应该都是在年尾前非常非常想要用心的一个方向。他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还是会感到疲乏，因为我觉得在年尾这一组还是有一点汲汲营营的就是在做工作上的筛选跟扩张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权杖一代表，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情绪啦，因为我觉得，倒不是说会发生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而是说有些事情处理起来会比较耗时间。就譬如说，你毕竟如果说5个潜在客户当中你只能完成1单的话，那当然你5个客户都还是要跑过一遍，那也就是说你的时间还是会花比较，你每一个基本上都还是要花心思。所以可能就是我觉得有这一组的话，蛮有几率会一直忙到年底的，会一直忙到年底啊。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讲有好有坏，当然坏的地方就是累嘛，有时候会不耐烦，有时候会累啊，然后我觉得有点烦。但是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因为我觉得忙得有价值啊。这一组的话就是忙还是忙出价值来的，对，然后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周围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泼冷水的，当然我觉得泼冷水不一定是针对你泼啦，而是就是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嘛，你如果说五个客户里面你只中了1个，那其他4个有可能会给你吃个闭门羹，或者是泼你点冷水，或者态度有点淡然。那当然对你而言，你当然也会觉得就是不开心，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被冷屁股对待嘛，对吧？所以可能这一组的话，在年尾忙的过程当中，时不时也会有一点点倦怠啦。就是对于我有必要真的那么努力吗？那我现在的状况也不错啊，突然之间会有一点好像丧失战斗力的感觉啦。不过我是觉得应该一阵一阵的，另外一阵子可能又会再鼓起自己的一个战斗力，然后再继续去扩张。只能说，虽然说试到前面4个都有一点丧气，但只要第5个成功，然后那个战斗力又会再回来。那这一组看起来好像到年尾都算还蛮繁忙的。然后接下来给你们的建议，第一张呢是烟熏仪式，给这一组到年底工作事业的建议，我觉得你就把它当成是。有总比没有好吧？不管说不管给你带来的这个工作上或事业上的机会或项目好与不好，砸或不砸，对吧？那至少有总比没有好，有机会总比没有机会好，对吧？我觉得这一组呢，
至少在这一支影片选到第2组的看官们，你们也算是那个闲不下来。今天如果真的什么机会都没有上门找你的话，没有什么，你根本就也碰不到什么机会，你反而会很焦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这个不耐烦或是丧志的心情只是一阵子而已。因为说真的，要你们完完全全就是没工作、没事业，然后在那边摆烂，其实说真的，你待不了几天，你会紧张跟没有安全感。对你来讲，找寻新的事业跟扩张方向，还是你人生当中，至少在现阶段人生当中一个必要的方向。对啊，就是如果都一直让你维持在死薪水，然后让你维持在一个好像没什么进步的工作事业当中，对你们来讲久了也是会。你们会焦虑啦，所以就拿这个想法去，我是觉得就拿这个想法去鼓励自己吧，对吧？那就是多花一点心思去筛选这些可能到来的大大小小的可能性或大大小小的一个机会啦。然后呢，风之舞代表的话是，会建议这一组呢，尽可就是花多一点心思在判断时机点到底对不对，跟判断说跟自己合作的人的话到底对不对，或者说跟自己共事的人的话到底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一组有可能会遭遇到就是类似，在不对的时机点做事情，或者是遇到有点类似就是小人的状态，那这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我是不觉得会，我只能说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因为不管说你在做任何关于工作或金钱上的决定的时候，都还是会希望你还要稍微谨慎一点，去顾虑到自己这边的。第一个做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点，然后做这件事情你的权益有没有保护到，对，然后你宁愿晚一点做少一点，你也不要做就是在错的时间做事情，然后反而让自己踩坑了，也不要因为都听别人的意见，太过轻信别人，给自己惹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这一组的话，给你们建议真的是至少在年尾前啦，稍微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你要处理的，你要推动的事情，就是要注意看时机到底适不适合你，不要完完全去相信别人说的，而是要相信你自己。你认为这个时机也是对的吗？然后在第二个，如果周围的有任何，就是跟周围的工作伙伴或者是事业伙伴，还是保持一定的心眼啦，就是还是保持一定的存疑的心态，不要完全信。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很信任他们，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只是说。可能跟你不熟的人，或者是一些新的伙伴关系，就还是会希望你就是稍微检视一下他们给你的话语或给你的一些内容，是不是真的都对你有利的。然后嘞，再来是扩张行动，扩张行动代表，不过呢，不要因为刚刚我讲的这个风之舞啦，就局限了你往前跨的这个动力啦。因为这一组的不管你的牌，基本上都是会希望你宁愿多闯、多认识，然后多打听，然后多一点机会，然后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原来的地方不动，因为我觉得局限你们，其实你们也会蛮痛苦的。反正呢，就是随着你接下来的可能到年尾的一些机缘，你有机会你就去做做看，你有机会你就去认识看看，你有机会就去扩张看看。然后只要你认为做这件事情的时机点符合你的预想，然后做这件事情的内容不是完完全全给别人来操控的，你也有话语权，你也有控制权的话，那些基本上都可以去试，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呢，你们抽到的牌是直觉牌，我不知道能不能对焦。基本上这张牌的意思是说，我看一下，
当然你们抽到本身是直觉啦，所以有时候呢会希望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或是跟去判断任何人对你的话是有利还不利，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小人的时候，冷静一点看，就是除了说是眼睛观察到的以外，也要相信你们自己的直觉了。如果你们直觉是觉得说很想要冲冲看，你就去冲冲看吧，也许那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好的时机点。那如果你的直觉告诉你说你真的不想做，或是这个人好像有点笑里藏刀，好像没那么简单，我就会觉得说你不妨相信你自己的直觉，然后再更加客观的去判断说那个局势到底对你来讲是好或是坏，到底是真的那么纯粹的好事，还是说对藏了一些陷阱的一个复杂的情况吧，对吧？我是觉得也不用担心啦，是不用担心，完全顺着你们直觉，你们去试，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要去碰完完全全你不能控制的东西就好，然后不要把自己的所有决定权跟选择权交给别人就好，因为你们自己的直觉是可以信的，唯独会让你陷入到比较麻烦的局面，只有在你把所有的决定权跟主见都丢给别人的时候。好，基本上希望呢，这次的解说帮助到你们，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黄色门你们的牌喽。有关你们到年底的工作事业运，第一张呢是力量牌，钱币7，宝剑王子，权杖6，伤害治疗者，魔术师，还有建立里程碑。看一下，那下面3张呢是给你的事业工作建议，上面的4张是你的到年底的一个工作事业运。那我基本上工作跟事业是综合在一起说的。好，第一张呢是力量牌，力量牌代表了这一组的话，可能在到年底的时候，还是会对于工作事业上有一些力不从心的状态出现了。就是可能针对于某些你想要解决的事情，或是你想要提升的一个方向，你试了很多方法，认识了很多人，或者说拐着弯子去想了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可能都就是还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或者是说，会觉得说。应该好像就觉得说，就算我自己再努力，可能有些项目就是不会成功吧，或者说好像是没什么起色的那种感觉啦。就可能到年底前还是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地方。但是，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像是有一些出乎你意料的事情会在接下来到年底前发生啦，就是。也许在这之前，或者是接下来，你有可能会接到一些项目，或是认识一些人，对你来讲是有一点，要么这个项目呢是觉得超出你自己能力的，至少对你来讲，因为你可能已经试过很多方法，或是纠结过很多，但是基本上没什么起色，你可能就觉得说，估计这就不是我能，就是不是我的地盘，或者是说这可能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当中，我可能没这个命，或者说没有这个技术吧，这样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就觉得半放弃，就自己可能拿了超出自己能力的一个项目在做，或者说自己接了一个超出自己的事业在做，这样那可能会开始有点就是往这个方向比较消极的在想，或者是说认识了一些人，或者说必须接了一些大客户，那这个人或者这个客户呢，会让你觉得说这根本就不是自己这个等级的人能接的东西啊，就是相处起来是很有压力跟困难，这试了再多好像都没什么起色，这样对，可能这一组的话在这之前或者接下来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意外就是你们居然还有办法完成它，就是只能说对你们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像瞎蒙的。虽然说我不能否认的是，你们前面真的有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坦白讲，是做了很多的改变，或者做了很多的努力，或者是尝试。但是至少在自己来讲，可能过往的那些尝试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起色啊。然后。即便到年底，那可能突然之间有什么一个好事发生了，或者突然一个好的进展发生了，
或者是说好的一个方向出来，坦白讲，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冒出这个点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个好事会发生，或那个方向会发生。就是我觉得这第三组在到年尾会有一种好像蒙到的一个好运的那种感觉，就是事业上有点蒙到的那种感觉。但它毕竟是蒙到，所以我不能跟你保证说那有多久，或者说那一个惊喜有多大。大家就是确实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蒙到的感觉啦。但我也还是要提醒啊，如果说这一组真的已经有蛮多就是有一点压力的事情的时候，反倒会显得你那个蒙到的好运，你会就觉得就是只是一时的狗屎运啊，对吧？那你也觉得一时之间那个就是狗屎运，你会觉得说好像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你反而会去忽略掉它。我只能说这一组，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去注意到自己的一个，就是可能到年尾的一个意外的工作上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你要么就直接真的做成了一个项目啦，你原本觉得说可能做不成了，那就做成了；你可能原来觉得找不到了，可能就找到了；你可能原来觉得说服不了，就说服了了，这样。但只是说中间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完成，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对啊。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个东西，它是意外的完成了，但是可能对你们来讲，如果说真的之前耗的心力太多，现在才完成，对你来讲这一定都不是好事，或者是说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去担心，还要去解决，所以可能你也不见得能花太多的开心的心情在这个可能意外蒙到的一个成功当中了啊。宝剑王子代表，那我会建议这一组在接下来，如果有任何觉得自己真的解不开的东西，不管说是工作上、事业上的，还是说你自己本身。面对到你自己本身情绪上的闷屈啦或憋屈，我觉得多去跟别人聊天，对，多去收集，就透过跟别人之间聊天互动收取资讯啦。因为我觉得这一组在接下来的好运比较多是来自于资讯方面的好处。就你自己可能怎么想破脑子，然后自己怎么努力的去钻研，然后努力的去。完成项目可能都没什么进展，就殊不知你跟别人聊一聊，别人就直接告诉你说，那你可以去找那个谁谁谁啊，这样，或者你可以去那个地方看看啊，也许会有，就是突然之间，好像就有一个资讯会突然冒出来为你所用的那一种感觉了。但前提是你要愿意去把这些烦恼，或是把这些疑问去问、去讲、去说。那你如果只是自己闷头苦干的话，我觉得这一组比较有蛮重的无力感，到年尾前都不见得埋头苦干，不见得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成效出现啦。反倒是透过其他人的嘴，或者是说透过你查找资料的能力，也许能帮你解决更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一张是权杖6，权杖6代表的是，就只能说。有些东西呢，它虽然会有一些小，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好消息或小的贵人到来啦，但可能对你来讲，它不见得对现在的你是贵人，或者是说一个好事了。因为如果你原来就是手中就已经够忙了，然后今天突然之间丢给你一个大的项目，或者说大客户，对你来讲是压力很大。就虽然说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这是件好事，但对于你来讲这就是已经身上背得很重了，然后你还就是身上已经负荷不堪了，然后你还说我送你一尊金子造的大佛，当然世人都想要把它背回去，因为毕竟那个可以让自己是很值钱嘛，但可是，在你自己其实已经背负的很重的情况下，还没有卸下其他重担的情况下，你再背那一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就是别人觉得说你应该要开心的事情，就是会恭喜你的事情，但其实对你来讲是有一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能真的开心多久，或是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或真的能带给自己成功吗？会有点困惑的状态这样。那我只能说这一组的话，对，给你们建议啦，伤害治疗者
除了说你们自己真的花努力去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一组我会建议就是真的多运用下，就是跟你不同生活圈的人的一个帮助或是意见的啦。对，不然的话，怕是说你空有一身热情啊，对啊，但没有一个好的工具，或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去让你发挥你的这个热情到点上啊，就变成说很多事情就是一头热，但是没什么实现计划，那变成说你到后来就是你纯粹在乱飞乱撞的状况啦。那但是透过可能跟不同的人就是去诉说、问意见啊，或者说你自己抒发一些想法，或者说你在各种不同的软体上或平台上查找资料，或许会带给你补齐你原来就是不足地方的一些消息啦。然后呢，魔术师代表这一组的话，千万不要不动。不要按照原来的既定行程做事情，不要按照自己原来的，不要太过守旧啦，应该是这么讲。我觉得这一组的话，不是说没有好的时机点，你们好的时机点是这个绝对是应该，这你们要动起来，要出去扩张，可能才会有。我所谓的扩张，当然不是说叫你扩张事业啦，扩张就是去多打听、多查找，多跑市场，多交流，对，不要只是闷头苦干。那基本上只要有这样子跨出去，你自己有做出一些努力，你自己不能说做出一些努力，你自己有做出一些创新的努力，试着想要去把握一些新的时机，做出一些新的展现，有一些新的创意，基本上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有一些好的回馈啦，但重点是怕在你可能有的好回馈当下，你还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情给你带来好的回馈，所以要稍微，要给自己稍微花一些时间，然后去了解一下到底你用 A 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用 B 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如果去改变了 A 的方法，变成 A 加。那 A 加的方法出来结果跟 A 又有什么不同？就是你可能要花一点心思，在你各种努力下去了解，说到底背后形成的结果是什么。不然的话，就有可能你到年尾瞎蒙对了很多次，或就是有可能就是你觉得是狗屎运的事情，但其实是你有做对了方向，你有用对了心思问对的人，但只是说你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导致你以为自己是就是蒙到的这样。然后你们抽到的牌是那个陌生人的，算是陌生人的好意吧？我不知道能不能对讲。基本上这张牌是说，不要吝啬于去询问别人，不要吝啬于去自己去找贵人，不要吝啬于去要求人，就是不能说要求，不要吝啬于去请求别人帮忙，然后打听这样。路是长在嘴巴上的，当你真的找不到路的时候，你只能靠自己问出来啊。除了说你要导航，但导航基本上你要打字跟问啊，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的话，你们是有那种自己开拓出来的。给你带来一些有用消息的管道，不过这是你要靠你自己开出来的，对吧？我只能说这也算是一种好运啦，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找了10天10夜，你就找不到一个好对你有用的资讯，但是有些人可能有那个运或有那个用那个对的方法，可能1天1夜就找出你10天10夜找不到的东西，这很难说。所以呢。这一组的话，就是给你们的建议，真的不要就只是用原来的事情在做原来，或待在原来的地方去做一样的事情，而是要到不同的地方，或是认识不同的人，或透过不同的团体去，主动的做出一些更有创意性的解答。好啦，基本上呢，希望这一次的解说有帮助到你们啦，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
拜拜。好，基本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解说啦。希望大家到年尾都能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年收尾，工作上、事业上的一个好收获的。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